忘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听党指挥的部分。解放军在建立的时候，也就是建立了一个叫做党指挥枪。那其实党真正的总书记也就是习近平主席。那既然你挑战了习近平主席，那也就是你挑战了党。那当然你要继续的下去，继续的要能够任职下去也是个困难。所以解放军报今天在讲的就是永远吹响冲锋号，也就是他们不让这一些腐败继续的存在。但是这个腐败到底是什么？《华尔街日报》或者是其他报纸不要再吹牛了，连 CIA 都搞不清楚。解放军的第2号人物张又侠落马哦，这个传出有一些不一样的原因，不管是在做核武上面的泄密，还是黑金贪腐，现在双爆雷哦。习近平彻底掌握军权了吗？那台海局势接下来如何看？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在1月24号这一天正式的宣布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包括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他们提到了刘振立2位哦，因为呢这边说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遭到立案审查做调查。那么解放军也在1月26号在头版这边特别发文说，人民军队不容反败，不容贪腐等等。那《华尔街日报》也做了报道说，张又侠真正落马的原因，《华尔街日报》解密是因为他说呢，向美国泄露了有关于中国大陆核武计划的资讯，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现在据传是因为内部调查指出，张又侠有帮助提拔中国大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借此来换取巨额的贿赂。现在指出有2个重要的原因，委员怎么看？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地下交易或秘密吗？这里面到目前为止都很难精准的去判定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中共中央军委会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目前只剩下主席习近平跟副主席张生民啊，剩下2个人。而这副主席张生民是火箭军的上将，那其他的大概都因为各种事件而下台。而这一次指控张又侠的用词，我仔细看是有点的特殊。第一个特殊的地方是说，他指控他破坏党组军委会主席负责制，也就是这里挑战到的习近平的权威啊，很明显用这个字眼就表示他公开或者在军队里面跟习近平唱反调，啊，所以这是一条罪状。第2条罪状就是说他贪腐，但是国外的媒体是说他涉及收钱帮李尚福升为国防部长，那大陆的媒体倒是没有提到李尚福的事，会不会从李尚福的案子里面延伸过来不清楚啊，都是这个贪腐。那第3个罪状呢，就是没有遵守党的纪律。跟党的纪律是什么东西呢？那《华尔街日报》说，他有把核武器的计划泄露给美国人，那这个都是《华尔街日报》额外的新闻，在大陆上倒是没有这方面的新闻，所以这个里面不管哪一条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都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比如你挑战最高统帅，然后你这个升官收钱，然后你泄露机密但是这么高位阶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也70几岁了，70几岁的人通常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啊。到底发生什么事？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那所谓参谋长这个刘振立他官位当然小一阶，但是也是解放军军方非常高阶的一个领导的将领。那整个军委会里面都有不适当的人选跻身其间，这个大陆的体制自我检讨、自我修正，这是必要的。好，那我们也看说，接下来张又侠遭到清洗嘛，对于接下来解放军的整个体系会造成多大的冲击？等一下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也是说是不是间接反映习近平已经在
大权在握，能够掌握军方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张又侠他的背景，因为特别的不凡哦，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也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跟习近平同为太子党的成员，而且父亲哦叫做张宗逊，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张又侠的位阶来讲也非常的高，仅次于习近平，被视为解放军的第2号人物。那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这边做了一个分析，说这一次的落马行动也代表说，在解放军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是对最高指挥系统的彻底清洗。接下来对解放军的整体军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个人的研判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一次落马的就是只有这2位哦。那当然，加上之前的，现在这一个有关于中央军委只剩下2员。那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之前是怎么运作的？那以军方来讲啊，那解放军其实它这个是一般大家比较少了解的。但是如果以国军所对外公开的，我们有5级代理制度。5级代理制度，例如说舰长现在阵亡了，谁来替补副舰长？那副舰长阵亡了，谁来替补？那有可按照各个单位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替补，可能是辅导长啊，或者是有可能是战系长，或者是作战长。那中央军委何尝不是如此？现在能够正常运作，也因为如此。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认为有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也就是这个东部战区的司令杨志斌，他仅上台了1周，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正义使命2025一样，这个军演也顺利完成，而且甚至他操演的距离更接近台湾，更进一步的抹除台湾的治权的部分。所以这就表达解放军对于这种各种的应对啊，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其实如果按照刚刚无论是主持人或者是郑源老师对于张又侠的这个描述，他忘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听党指挥的部分。解放军在建立的时候，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无法捍卫的一个准则，叫做党指挥枪。那其实那真正的总书记也就是习近平主席。那既然你挑战了习近平主席，那也就是你挑战了党，那当然你要继续的下去，继续的要能够任职下去也是个困难。所以解放军报今天在讲的就是永远吹响冲锋号，也就是他们不让这一些腐败继续的存在。但是这个腐败到底是什么？这个华尔街日报或者是其他报纸不要再吹牛了，连 CIA 都搞不清楚。之前不是特别有讲过吗？ CIA 最近10年其实要渗入中国大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大陆不断的在打除这一些CIA 的探员，而且甚至还有这个有关于法律的约制啊，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这样讲，他方式的贪腐啊，这个是南华早报曾经对于这个从李尚福那到现在张又侠他的一个描述。那这一个描述真正的指出来的，也就是他们在共事的过程当中是曾经做过了什么，或者是他们曾经认识了哪些人。所以其实我们讲，当一个军人啊，饭不要乱吃，礼不要乱收，然后小孩不要送到西方去，因为这一些可能都是未来被拔除真正的原因。那至于说我们来看这个对台湾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其实没有影响。我刚刚已经举了这个东部战区对台湾进行的这一个正义使命2025都能够顺利的推动。那至于说会不会更激进，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都有代理人，不是空缺，然后由习近平主席主掌大权，这一个是完全做错误的判断。好，那针对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其实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有被接受采访，他做了一个回应，他认为说，主要还是要从军事还有非军事的面向去做综合的判断，没有办法就这个高层的异动就来做判断。杨老师又怎么看？
我比较谨慎一点了。我觉得台海的情势会受到影响。但是怎么样的影响要再去做评估。我个人认为，张又侠跟习近平之间一定在指挥系统上，或在某一个事情决策上出了严重的落差。然后呢，不一致。甚至可能张又侠跳过习近平做了一些决定或者是作为。我举2个最近的，就是解放军的事件。第一个就是在对台军演上，第2个就是辽宁舰的整个在穿越第1岛链和日本的军机的接触，看起来应该是整个当时对于高市早苗的发言的一个就是反制，因为那个时候的军演也是说为了要遏阻台独，以及就是因为美国要卖1.25兆武器给我们，同时也是为了嚇阻外力，那当然就是指高市。但是这个看起来很顺畅可是如果内部他们的决策，张又侠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问题的决策上，如果觉得理所当然就跳过了跟习近平之间的这种商量，或者是最后请求习近平做怎么样拍板的决定的时候，这个不是在上位者能够忍受的我举最简单的例子，高市早苗要发布解散国会，他其实没有事先跟麻生太郎先去寻求他同意，一直在新闻出来的前几天才告知，在一个参会上，麻生太郎自己说，我也是被告知。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就是解放军对台军演或类似的行动上，基本上军委会主席怎么能接受这个事情？四中全会即将登场，习近平接下来也做了一些动作，包括扫了军权，还有拼内循环。今天也会关注在2027年是否续任布局全面的摊开来了，中国式的霸权全面启动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首先来关心到的是10月20号这一天呢，就会是中共的第20届四中全会会在北京正式的登场了。这一场会议不只是一个例行的政治会议而已，被视为是接下来习近平预期会在2027年继续的续任，亲自来贯彻“15五”规划的一个重要时间点。那么现在呢，最新来自于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这一次的会议会有2大的看点，不管是在这个“15五”接下来的规划当中，或者是人事更迭，都是全球的这个民众还有投资人特别观察的2个重点。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四中全会不止大家关心是大陆经济内部的一个问题，更是川普现在在整场贸易战之下，再加上接下来10月底的川习会，投资人现在要测看，先解读四中全会可能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他们才能做更好的一个投资布局。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即使川普他祭出了这个关税战，还有欧美针对大陆做了制裁，但是中国大陆上半年仍交出不错的 GDP 表现，达到了大概5.4%，超过5的一个亮眼成绩。但是下半年恐怕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部分，不管是在消费，不管是在投资，或者是外需受限等等。接下来的四中全会要如何习近平来扭转目前的局面，替2027年的连任来做铺路？杨老师怎么看？我在学校就是教国家发展实践与理论。那我在台湾的一些经济的这些工商团体担任顾问，有的时候会和他们一起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过去几年来，疫情前、疫情后，你到了一些都市或者是这个省会的这些主导的这些都市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整个城市的规划的蓝图，那刚开始我都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像是做一个宣传一样。那隔了几年，我再去看的时候，发觉到它一步一步就往前走，而且那个 KPI 的设定都很清楚，目标都很清楚。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就是5年这个经济工作计划其实一直都是在这样推动。我就想到台湾以前在蒋经国从严家淦到蒋经国时期，1975年到1988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10年国建，还有6年国建。我们那个时候有6年的2次的6年国建。但是呢，后来就无疾而终。这次你看到，
在中国大陆这次“15+5”的这个规划哈，就很清楚，尤其是今天他自己公布了，第3季7到9月的经济成长已经确定是4.8%，其实就非常符合他的整年的规划，要接近5%。那同时这一次你看到它的整个经济的就是发展蓝图，这叫经济发展蓝图，接下来这5年哦，那我觉得重心会就是在科技创新。还有经济安全，然后呢，配合的国家跟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的投资跟政策的引导，然后呢，特别是在这个科技的，就是自立自强这个层面，因为它会放在第一个内部的需求啊，内卷的层面，地方的发展，那同时呢，也会看在重要的几个大的项目啊的发展。当第3个层面要在国际上来看，那国际现在最重要就是中美之间的就是关税战以及科技战，现在走到资源战甚至产业战。那这个层面来看，这个“15+5”整个这个计划就更加的这个深刻。那我注意到，尤其他们现在可能要特别针对地方的家庭支出哦，要希望能够鼓励，因为中国大陆整个家庭支出占整个 GDP 只有40%。其实是比较低的，那增加家庭支出才会增加整个经济的活络。如果以美国来比的话，美国的家庭支出占68%，但也许不一定要那么高，但是呢，经济的活络以及经济的蓝图的规划是这次“15+5”的整个大的方向。好，确实哦，这次15除了会来关心大陆在科技上面的自主，还有内循环、内需之外，现在呢，来自于专业机构，我们来看到的是彭博资讯盘点了现在全球的基金经理人在接下来主要关注的4大题材。今天也带观众朋友来看，首先刚刚老师帮我们提到了，我们先来看到晶片跟机器人，他们希望能够做到全面的自主跟创新，还有内循环，刚刚讲了嘛，消费部门能不能再次点燃内循环的引擎，来抵消这个贸易战的负面影响？这2个之外，另外呢，这个彭博也特别提到说，里面基金经理人关心的是大陆反内卷的运动如何限制企业间的割喉式的竞争，以及价格战是否能够有所改善。最后是在关心的是人民币全球化能不能透过 BRICS 和中东结盟加速的去美元化，也推动人民币现在在全球的一个国际化。所以委员怎么看这4大题材？怎么从这个4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在15的发展？就是中国经济这些都很重要 ，Bloomberg 写的很重要了，都对的。可是我觉得主轴只有一个，打赢贸易战。有很多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单位提到说啊，应该用内循环来取代贸易战。你有没有搞错啊？内循环的供应链跟贸易战的供应链是2码子事啊。举个例子啊，这个刚才杨教授有提到，台湾的消费占台湾 GDP 多少？44%，是很低啊。可台湾的贸易量还是很大，因为这2个是不同供应链，不是这个取代那个，那个取代那个。我们台湾出口那么多晶片，难道我们拿来每个人发1颗吗？这不是那个问题嘛？大陆也是一样，所以打赢贸易战，如何去打赢贸易战才是当务之急啊。那内需当然很重要，可是内需我不客气讲，是中国大陆自己搞出来的花样啊。他莫名其妙当年在2020年去打压房地产，赔掉50兆，老百姓穷啦。所以他消费最近，即使说，那个什么，这最近的黄金假期，它的这个消费量很大很大，可是平均每一个人的消费比以前少啊？为什么？没钱啦。那主要就是因为房地产赔了，很多房地产赔了很惨，而且买房地产当时都是中国大陆新一代的中产阶级，他碰到第4中产阶级的灾难，现在还在康复当中，就是用那个日本那个野村什么那个什么证券的那个辜朝明讲的，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因为你的资产已经赔了，你就没有能力消费或者要降低消费嘛。那中国的这个问题要解决，房地产市场起来才有救啊，不然内需无救啊。它反内卷是对的，反内卷是财务问题，根本不是商品问题。为什么？举个例子，比亚迪为什么会被检讨？因为比亚迪它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跟别人竞争，杀价竞争。可杀价竞争的资金差距来自哪里？来自上游供应商的贷款的，那个收款期限往前拉，半年拉成1年。可是问题是你上游的供应商，他的这个给你的这个收款期限拉长了，他钱谁补啊？银行补啊。
所以变成说整个都搅在一起。可是如果有些比较像小米，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因为它汽车产量小嘛，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上游供应商把它的收款期限给拉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在杀价的时候，光这个利息成本至少会杀个10%到20%。那我不晓得你这种内卷运动有什么意义呢？你是用财务力量来进行内卷，不是用品质啊，不是用完全靠这个零组件的成本降低。那有时候零组件成本降低去压缩上游，那也不是办法。我是觉得反内卷是要从什么？要从市场独占的角度，不是为反内卷而反内卷，而是说谁独占了这个市场，或者原料上下有任何独占、垄断价格产生，就应该要好好的打打屁股。那科技创新，从 AI 啦、晶片啦、机械都很好了哈。那人民币全球化也对了，但是不必急，因为人民币全球化。如果要搬钱给人家，那不必啦。但是如果说付钱买铁矿砂那就 OK 哈，或者叫大家拿人民币来买黄金，这也都 OK。所以不要走错方向。好，这个是有关于在经济面是四中全会上大家接下来会来特别做关注的。不过呢，在这个四中全会举行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内部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国防部在17日正式的宣布，开闸了任内这个9名的高层军官，这当中比较有名的包括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还有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等，一共是9人。那他们的理由是涉嫌严重的职务的犯罪，包括信仰崩塌、忠诚失守，所以要把他们开除党籍等等。那吕舰长怎么看？这个是如何牵动中南海的整体的权力？经过这一番的贪腐，习近平能够牢牢的握住军权吗？其实2013年以前那个时候，就是还有非常多的陆生，在台湾就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好也在念我的硕士学位。那个时候我就问过他们说，我们去参军的，在大陆参军的，是不是都是家里比较贫寒的？他们开始笑我，他说恰恰好相反，都是家里要有2个的才能参军。我说这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贪腐。他说从你参军开始到你升官调单位，全部通通都要付钱。那个也就是我们讲到郭伯雄跟徐才厚的那个年代是这样。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些有关于被双开的这些将领那如果按照这个体操运动练功媒体的讲法他说这就是正好是习近平主席要失事前的状况，他有没有搞对啊？也就是实际上来讲，这一次连这个何卫东，他其实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都已经被双开的话，那谁有这个权利？那当然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那他才有这个权利去双开这些人。那而且他其实是实锤，有相当的证据的，他才会这样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来看之前的状况也就是无论是李尚福、魏凤和，甚至这一次，我很意外出现的这个王厚斌，他曾经担任过海军参谋长、副参谋长的这一位那通通都被双开。其实他们都是火箭军的。火箭军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火箭军跟别的军种有最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解放军的火箭军，除了火箭本身或者是弹道飞弹本身，有一个更重要的，他们在建地下长城。地下长城的部分都是兵工，也就是他无论是购买这些砂石或者是水泥他都可以接轨到外面的这一些这些厂商。然后就可以从中牟利。那你可以不拿，你不拿你就没那个官位做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我们就讲到一串粽子的这种状况，也就是一拉就是一串。大陆的建军宴，7大上将突然间集体的失踪，到底原因是什么？是习近平失势，还是权力在握呢？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析。7月31号这一天，在中国大陆北京人民大会堂，原本应该都是要举国一起来欢庆这场解放军建军98周年的日子，但是瞬间好像变成了一个军中的权斗点名会，因为我们发现，在主桌上面突然间发现原本应该有的7名
名现役上将突然间都空缺下来了。那这当中被点名的包括了武警部队司令、中部战区代表、北部战区司令等人。大家就在解读说是这7位上将集体的一起请假吗？还是集体的被请走了呢？这样的消失，大家也在说，也不是首例，因为当时在回顾中共20大以来，也包括了消失的，还有包括2位的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先后的落马，军委委员苗华遭到调查，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更是失联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个月的时间哦。那还有来自于媒体记者，这个是流亡记者赵兰健的爆料，他说这一位主任是军委联合参谋部原政治工作部主任上将秦生祥，在7月28号这一天也突然间失联。重点他是习近平在军改之后非常重视的一位干部。那今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7位刚刚提到的上将突然间消失，代表说习近平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吗？还是说权力告急呢？大师怎么解读？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反腐倡廉啊，事实上是非常力度非常的强大，然后那个这个深入的这个层级啊，就是说从上到下，而且是非常高层，而且这个不是最近的。那你说中国大陆这个国防部长因为这个贪腐案下台的啊，这个已经好几年前就有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接着这个国防部长又下台一位啊，而且最后都是公开了。那我觉得就是说，突然这个7位他没有出席7位上将没有出席重要的这个场合哈，那也不见得完全都是可能已经被调查，那也有可能被调查，因为中国大陆这个调查是要花很长时间的，那在调查时候期间呢，他可能就不会出来参加活动啊，这个调查他也不是说捕风捉影啊，他要证据确凿，要跟本人之间啊，那要做成很多的这个对质。所以呢，然后把这个案子公开。那我觉得这整个的这一个中国大陆在军方的这样子大规模的、非常高层次的反腐倡廉的这种工作哈，正好象征一点，就是说不管你官再大，你位置再高，你贪腐了，照样下台，照样给你调查的清清楚楚，清楚了以后，这个案子一出来就是把关。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反腐倡廉显示出来，中国大陆现在反腐倡廉，这个不是一句什么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在执行的，而且只要涉了贪涉了什么啊，基本上最后都会怎么会受到这个纪律的制裁啦，法律跟纪律的制裁，所以这一点其实。你今天要跟所以这个美国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欧洲什么法治为主的国家来看，你看美国今天有吗？美国事实上的话，你说他军事来讲的话，他哪一个上将，哪一个什么参谋长、部长，在当之前不会在美国的这种军工产业里面当董事，当这些人，然后下台了以后还去继续跑到这些军工产业来讲。这个就变成美国的军事，并不是没有问题啊。他一个潜水艇、一个垃圾桶要买3000块美金，一张椅子要卖2万块钱美金，是怎么搞出来的？美国的问题才严重，所以呢，只是他没有那个机制，没有那个决心，要在里面怎么样把这些贪腐的分子都抓出来。那你不要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啊！中国大陆这个反腐倡廉，我看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啊。官再高，最后也是把你绳之于法。这一点我觉得你任何一个环境，它基本上它都会什么招尘惹、招尘埃，然后有这些什么就是说这个脏或者乱的情况出来。可是你要维持你这个秩序，维持你的清洁就要不断的打扫那这个就是在打扫，任何个组织都会有这种状况。可是他这个打扫不是玩假的，是玩真的。是，上次哥怎么看？
我想一个将军当到中将上将，在中国大陆其实要超过30年，20-30年以上。然后这20-30年当中，而且他们是军系有各自的派系，所以呢，一旦这派系当中你前后当中有任何你的长官贪腐，你底下都会被抓掉。所以刚刚大家讲得很对，这调查很长。可是过去来讲，在解放军军系里头有非常多利益团体哈，他们自己本身最有名的就是保利。我想只要在中国大陆混过的都知道，保利集团很惊人，他们有艺文性，也有很多的投资，保利有剧场，有拍卖公司，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各式各样，从解放军延伸本身过去长久以来的利益性的东西，本来就是可能有问题。在这波清，你说真的是清魏凤和、苗华、李尚福这些人吗？不一定，有可能是清他们的军2代、军3代。因为事实上，这些当中的贪腐本身不见得是自己，可是株连九族的影响性很重要。我认为现在查贪腐有2个重要的意义。首先，第一个，军中贪腐有可能大的影响是影响到中国大陆军事科技的发展。因为当你有贪腐的时候，你要用这个部分供应链，也要这个部分的供应链，你可能这个意向就阻挡了现在全中国陆海空军当中高科技的发展，产业链供应链这种技术导向。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多的武器，这个东西容不下现在在中国大陆整个军事决策里头还有贪腐。我不要用这个技术，我要用那个技术。现在我认为这个当中科技发展的强度逼迫传统还是希望有一些军事供应链的贪腐，没有，要把它清干净。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大关键。第二个，在中国大陆每次有大规模的军事的部分的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其实还是跟战争准备。因为中国历史以来，你只要发动任何的大小型战争的时候，后面就是诸伐割据了。也就是你真的打仗，其实比如台海战争打起来，它不是台海乱而已，其实它北部战区各方面动员，因此人事当中有任何贪腐性的问题，它有任何的利益的想法。中国一旦乱的时候，可能它就是割据为王了。因此，所有在清理战争当中，都是为了后面更严谨的，也许中美对抗，包括台海战争当中做准备。好，我们最后1分钟呢，请华干哥来帮我们看。好，我们看消失的7个上将，我们看其中最重要的叫海军司令员胡宗明跟政委袁华志海军一向会出问题，为什么？其实我们要好好思考。现在真的。中国现在把海军当作非常重要的建军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走向蓝水海军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可能会发生一些人谋不臧的问题，像上次讲的，不一定是司令可能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是要谁才能够找得到？当然是要内部人才知道。所以我们的推敲是认为说，这个就是说他们会不见。或是失踪，不见得是他们已经下来了，而是正在接受调查，或者是调查他整个系统环节出了什么问题。而这个意志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习近平。所以千万不要想说，这可能奇怪了，这些人都是他自己培养的，对不对？在更早以前，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下来了，前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也下来了。那我想请问，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说习近平他失势了、被斗了，所以才造成这些情况。习近平还是牢牢抓得住军权在手上，所以那个是不可信的事情。那当然了，你说他现在就是像这些人，你像比如说像黄明，北部战区司令黄明他以前还是负责，他刚刚升到少将的时候，他还在建军典里面。他还带着平型关之役的这些英雄楷模的这些后代们出来组那个方阵，楷模方阵，所以这些人他都有他代表性的地位在。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建军98年的庆功宴上面，竟然他们不在的原因，就是显示出习近平打贪跟反腐的决心。千万不要怀疑，我觉得这个力度会继续的持续下去。这个是兵变还是逼宫？现在有一个说法，现在在中南海这边真的是风声鹤唳。那习近平军权难道只剩下一个人吗？因为网络上面现在有非常多的传言，那我们今天一起的来针对这些传言做解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我们今天要来观察的就是这一位来自香港的资深评论员，他叫林保华，他做的评论，他怎么说？他说中共现在内部斗争从2023年当时的
北戴河会议就正式的开打。主导者他指出是江派的重臣曾庆红，他说他带着94岁的老将池浩田直接逼宫习近平，第一步就从军权这边开始着手，结果在这个军中大清洗是一个接一个的清洗。他认为说，当时大家都以为是习近平在反贪腐，内部自己做整治，但是从这一些迹象看起来，又觉得不是，因为中共中央军委大将苗华、副主席何卫东都相继被拔掉，现在军中只剩下所谓的最后一人张又侠。林保华解读，习近平在军中已经失去了这个支持，完全的被架空。针对这样的说法，委员怎么看？真的习近平被架空吗？还是只是一种阴谋论？凡是林保华讲的，我一概都不信。很简单嘛，这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一个评论者。他讲了中国大陆内部不实的话多得很了哦，因为他的出身背景你就知道他一定会说谎。第一个，他是大陆人，然后他移民到印尼的印尼华侨，然后他的母亲是满族，他的外曾祖父就是在当时那个武昌起义革命最有名的瑞珍总督所以你要知道这样一个家世背景，他们在中国大陆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情绪。那我们不管他的政治立场，他整天就在编造中国大陆哪里有问题。其实中国官员，你看习近平上来以后，这个因为贪腐原因被革除的这些官员有多少人？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有120万人。哦，有120万人，你说清楚有多干净了？所以他习近平不会容许到再大的官员，你尽管是军委会副主席这个徐才厚啦通通有因为贪腐问题下台。那说什么曾庆红啦，什么池浩田逼宫，你在讲什么笑话啦？曾庆红现在还有在中共党内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跟权力啦，更不用讲池浩田哦。池浩田是谁？还是这个习近平爸爸的部下？你能干嘛？在中国的体制里面，很特殊一点就是党指挥枪不准枪指挥党。那党指挥枪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有权力决定中央军委的人选。那中央军委又主席又是这个中共这个总书记，所以这种权力结构底下，以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够挑战习近平的权力，真的没有，找不到任何人。你不管是政治实力、政治威望，没有一个。有人说张又侠就是帮习近平在督军的人他在军中里面一直都做装备部的一个老将军嘛，等于帮他看前看后。那其他的，比如说何卫东是消失一段时间。但到底是因为贪腐呢，还是因为生病？中国大陆有2个特性叫将军要是在这个名目上没有出现的话，通常要么就生重病要么就是这个有其他的纪律问题但是他位置都还在所以位置都还在，倒过来讲就应该不是贪腐的问题。像那个苗华，因为贪腐问题马上就宣布了，马上就处理了而何卫东一直都没有处理，有点类似上次一个北部战区的司令员。失踪了很久大家猜说他可能没有，后来有人发现重病在治疗当中，所以就从公众眼中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林保华讲的就是最会编织，因为林保华里面当然他心中希望中共垮台嘛，然后他希望就是从他以前到现在，他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整天在《自由时报》，你就知道他什么德性，对不对那种人的素质根本不值得一谈。那我将军又怎么看？其实你知道，习近平总共有3个身份、3个头衔。第一个，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这是党；第二个，他是国家主席，这是政；第三个，他是军委会主席，这是军所以他是集党政军于一身。那之前当然有很多的将领因为贪腐的问题被拔掉，但是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都有确切的证据嘛。譬如说是火箭军那边确实传出很多弊案，那你想想看，换上的人会是什么人？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就算是这个苗华这边被换掉，那递补上来一定什么？一定还是习近平自己的人马递补上来嘛。所以我不太可能认为说是林保华讲的话会撼动他在军中的地位，反而我认为这波的人换掉以后，对习近平在军中的人事的掌握会更加的稳固，一定他是换自己人上来嘛。
那老师怎么看呢 ？OK， 从民初开始军党政，后来党政军，然后有的国家分野了，有的变成了政党军，像台湾、美国都是，但是中国我们的对岸还是党政军。党为最大，所以党就不谈，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然后里面有政和军，刚刚就讲到了，你今天政呢就是国家主席，军呢就是军委，好，那党当然这个党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这党政军都要握在手里，这不是容易的事。那我想过去的他们的很多国家主席并没有握到军权，他有握到。2017年那时候在内蒙古还有一个风光的军演啊，我必须说明一下，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因为刚才讲到林保华这个人，我也是非常认同委员讲的，因为你不能看到一个人啊写了一些东西就断章取义啊。你知道司马迁以前写《史记》，实际上所写的好人，我们现在都认为好人，坏人都认为坏人。这个很会写的人全部都相信了。我跟你讲，世界的史不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人的观点是这个样子的。好，必须说明一下，当然那个这个视频说要我们来解密，我觉得是非常难啊。谁能真正解密？非常难，我怎么都找不出，就包括汪洋。张幼霞已经连张幼霞都要反他，汪洋就是正，张幼霞就是军，准备要把习近平拿掉的位置，他已经不见了一阵子，大家知道吗？结果包括他女儿的事件，好，这一个事件呢，我去爬有没有讲说这是假新闻的，结果发觉很少讲假，终于出现一篇而已。我用这一篇去佐证前几篇，说不好听，我讲解密吗？我太难了，我只能说啊，我们看一下真正的 scenario 情境非常简单。这从江泽民10年啊，1993到2013，到胡锦涛10年啊。江泽民当时这个当时朱镕基和李鹏嘛，然后胡锦涛跟这个温家宝，最后呢，他跟李克强，你要知道他跟李克强关系又不一样，因为李克强当时这个跟的人是谁？李克强的人说不好听是胡锦涛的人。习近平是谁？是江泽民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会反江呢？非常清楚，江泽民是第一大佬，第二大佬就是曾庆红，他有年纪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去上海，去北京，当时我有一些接触。当时啊，现在当然就没有了。尤其台湾现在的状况比较特别。曾庆红这个人，他具有一定的位阶，他的孩子也是哦，也 hold 住很大的权柄。现在重点就是他们当时让习近平上来的，所以他认为他对习近平还有影响力。可是他当时让习近平上，并不是要他只是要去抵制胡锦涛。你要抵制胡锦涛的原因非常简单，他是让他暂时从2007年到2012年，暂时由让薄熙来上来。我相信，即便我解读错误，大家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习近平上来之后，因为2012年的时候，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他有到美国去一趟，拜登是副总统，当时召见过他，跟他给了他一个密件，说当时曾庆红他的儿子他们有一群人要把他拿下来，是给他暂时的。实际上，习近平对这件事情不高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有所谓的整顿江泽民的人。这一段时间，所以，但是他还是尊敬曾庆红这些大佬，他尊大佬。即便他爸爸的部下那个叫做迟浩田这些人，他尊敬，但是他们的力量就像我先讲，没有那么够。讲不好听，台湾有很多大佬型的人，先拿到位置的人，他还是最大。他尊敬你，他不一定听你的。好，这重点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很多的阴谋论啊，或者这些林保华水的观念，不要太相信。不过你要我们解密太难了。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政军他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尤其现在。到底是谁递补了刚才所谓的苗华等人？我觉得大家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更是习近平的心腹？我觉得才能判定未来。好，谢谢老师。想太多了啦，我是觉得你要了解到大陆的政治体制它的整个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委员都是谁的人马？那怎么会有个什么张幼霞啦、迟浩田这种曾庆红这种角色？这些人都实在太不懂，那说的封疆大吏。习近平有个最了不起的功绩就是政治局。委员里面没有，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红二代，完全没有。中央委员里面也80%啊，都是专业经理人、专业官员出身的，所以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那这个已经控制了中国大陆的各方方面面，怎么有你红二代的讲话的空间？没有的。